以色列和台湾这两个相隔遥远的政权，竟在微妙时刻走向靠拢，共同对抗中共。在此同时，北京当局对此当场炸锅，表现出极度震怒与不安。为什么一个中东强权会主动伸出援手给一个东亚岛国？这背后发生了什么故事？中东与远东之间看似毫不相干的两个地方，如今战线却隐隐连成一线，这究竟是巧合，还是新冷战格局下的必然产物呢？让我们一同深入探讨这场国际关系的全新戏码。事情的开端可以追溯到2023年10月7日，这一天，以色列遭遇了震惊世界的攻击。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突袭，大批平民在袭击中伤亡惨重。这场冲突宛如一颗投入中东湖面的巨石，激起全球关注的浪涛。然而，在谴责恐怖攻击的国际声浪中，一些大国的反应却截然不同。其中，中国政府的表现引人注目，他没有像多数西方国家般明确谴责哈马斯的暴行，而是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尽快停火。中国官方甚至回避使用恐怖攻击等字眼来形容这次事件，显得模棱两可。这种态度令以色列相当失望和不满，认为中国对无辜平民惨遭屠杀竟缺乏应有的同情与正义立场。以色列驻北京的大使馆甚至罕见地公开表示，希望中国能对哈马斯予以更强烈的谴责，毕竟在他们眼中，这不折不扣是一起恐怖主义屠杀。然而，中方的声明依旧冷淡，强调巴以双方都应克制，避谈哈马斯责任。以色列政府官员对此深感失望，有人用模糊和逃避来形容北京的态度。与此同时，在遥远的东亚，台湾对这起事件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反应。台湾政府第一时间站出来强烈谴责哈马斯对以色列平民的袭击，明确称之为恐怖攻击，表达对以色列的同情与支持。台湾的总统府和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接连发声，痛斥这种无差别暴力行径不可容忍，强调民主国家必须团结抵抗恐怖主义。这种立场与西方主要国家高度一致，也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台湾不仅在口头上声援以色列，还付诸实际行动。台湾驻以色列的代表处迅速捐出了一笔款项，用于援助受袭击影响的以色列家庭和伤者。据报道，台湾通过驻特拉维夫的代表处捐赠了7万美元作为紧急救助金，表达同为民主阵营一员的情谊。尽管金额不算庞大，但在战火正炽、遍地狼烟的时刻，台湾这份雪中送炭的心意深深地印在了以色列人民心中。以色列媒体和官员也注意到了台湾的快速响应，感受到了来自远东的善意。有人感叹道，危急时刻，真正站在我们这边的，往往是那些与我们有着共同价值观的朋友。毫无疑问，台湾在这件事上赢得了以色列社会的好感。反观中国，在哈马斯攻击事件后试图扮演调停者的角色，北京提出愿意斡旋巴以停火，并且在联合国安理会支持关于加沙停火的人道倡议。然而，这些举措在以色列看来，多少带着偏袒巴勒斯坦一方的色彩。尤其令以色列心寒的是，中国官媒在报道中强调，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反击造成平民伤亡，批评以色列的行动是对巴勒斯坦人民的集体惩罚。中国还多次呼吁停火止暴，却迟迟不愿直接点名谴责哈马斯。对于刚遭受惨绝人寰恐袭的以色列而言，这种各打50大板的调门无异于雪上加霜。他们本期待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能明确站在反恐一边，没想到却等来了模糊的声音。因此，以色列舆论开始对中国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以色列官员直言对中国的立场深感失望，认为中国在这场道德考验中表现不及格，两国关系自此埋下嫌隙。在此背景下，台湾与以色列的互动日渐热络起来。2023年底，台湾方面持续向以色列递出善意的讯号。当年10月下旬，适逢美国强大的亲以色列游说组织 APEC 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在台北举办活动，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出席晚宴并发表讲话。在这场场合，赖清德罕见地大力称赞以色列的国防能力，称其为台湾防卫的宝贵典范。
他提出台湾计划，打造自己的 T 铁穹防空系统，灵感正是来自以色列著名的铁穹防御盾。如果说以色列有 Iron Dome 保护平民免于火箭弹威胁，那么台湾也想建立自己的钢铁穹顶抵御飞弹。他在演讲中引用了圣经中大卫战胜巨人歌利亚的故事，强调台湾应当学习以色列以寡击众、以弱抗强的精神，在面对强大威权的威胁时绝不屈服。他的原话是：以色列保卫领土的决心和能力是台湾珍贵的学习榜样。我始终相信台湾要有大卫对抗歌利亚的精神，勇敢地对抗威权的胁迫。这一番话获得满场热烈掌声。对于身处战火的以色列来说，远在亚洲的台湾领导人能如此公开挺以色列，还把以色列的防卫经验视作榜样，让许多以色列人深受感动。以色列媒体纷纷报道了赖清德的讲话内容，赞赏台湾此举展现对以色列的友谊与支持。一些以色列专家更是乐观解读，认为台湾此番表态进一步拉近了双方心理距离，堪称雪中送炭的善意。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对以色列的支持不只停留在口头和外交辞令上，在随后的日子里，台湾持续展开实质行动，强化与以色列的关系。2024年和2025年间，台湾驻以色列代表处积极拓展民间交流，比如组织以色列大学生和青年访台，联络双方的 NGO 组织合作，甚至主动接触以色列国会、克尼塞特议员团体，建立友好关系。在一次访问中，台湾驻以色列代表李亚平亲自前往以色列的一些城镇，慰问在战火中受创的家庭。他带去的不只是金钱援助，还有一句温暖的人心话：你们并不孤单。这句话通过媒体传播开来，在以色列网络社群上引发热议。很多以色列网友感叹，原来在世界另一端，还有台湾人民在关心着我们。相形之下，中国在以巴冲突中的存在感显得淡薄许多。2024年9月，甚至传出中国在以色列设立的一所大学分校因安全考量关闭校园、撤离学生的消息，这让以色列人感觉中国在困难时刻抽身而去。不少以色列评论员对比说，台湾的代表处忙着帮助我们社区，而中国的机构却在这时候关门走人。尽管这种说法可能有主观偏见，但无疑反映出当时以色列民间对台湾好感上升，对中国观感下降的趋势。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的一名学者形容道，现在是台湾趁势而为的好机会，中以之间的裂痕已经撕开，互信降到了谷底，而台湾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这个机会。他所说的裂痕指的正是哈马斯袭击后中以之间出现的嫌隙。台湾敏锐地看到了以色列对中国不满的情绪，迅速将自己塑造成以色列更可信赖的伙伴。从外交观察角度来看，台北方面的这波操作可谓高明，一方面表达道义声援，一方面真金白银提供帮助，用实际行动赢得以色列社会的认同。进入2025年，台湾与以色列之间的互动更加频繁，明目张胆，已不再仅仅是在背后默默进行的小动作。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台湾接连邀请了多批以色列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台湾。以色列国会中跨党派组成了台湾联谊小组，许多议员对台湾表示支持，他们以私人身份组团访台，但规格并不低。例如2025年9月，就有一支由10多位以色列国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访问台北，领队是克尼塞特议员波阿兹·托波罗夫斯基，他同时是以色列台湾友好协会主席。这些议员在台湾期间不仅与高科技产业界交流，也拜会了台湾副总统赖清德。令人瞩目的是，他们在赖清德办公室当面递交了一封由72名以色列国会议员联署的声明，公开表态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国际组织的活动，包括世界卫生大会、WHA、国际民航组织等。这封联署信在以色列国会获得过半议员签名，可谓史无前例，体现了以色列民选代表对台湾的善意。托波罗夫斯基在台湾更直呼赖清德为总统，表示他代表以色列人民感谢台湾。这一系列举动无疑踩到了北京当局的红线。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随即发出强烈谴责声明，指责托波罗夫斯基干涉中国内政。
甚至措辞严厉地痛骂他是中以关系的麻烦制造者，严重破坏两国关系政治基础。中国大使馆在声明中警告这名议员悬崖勒马，声称若一意孤行，必将粉身碎骨。如此充满火药味和威胁性的语言震惊了许多以色列人。毕竟以中建交以来，中方很少用这么刺耳的措辞公开斥责以色列人士。一时间，托波罗夫斯基本人也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对象。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对他实施制裁或拒发签证等，但托波罗夫斯基本人似乎不以为意，反而在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只是说出了实话，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值得我们支持。以色列外交部则对此保持低调，发表了一份声明，淡化此事，强调国会议员代表团是非官方性质的访问，不代表以色列政府立场。这似乎是以色列在玩两面手法，一方面允许议员们以私人身份接触台湾，以示友好，另一方面官方又和北京撇清关系，以免撕破脸。然而不管怎样，这些情节都显示出台以关系正悄然发生质变，北京再也无法假装看不见这些事情，心中的怒火也与日俱增。除了议会外交，经贸与科技合作也成为台湾拉近以色列的另一扇大门。台湾和以色列分别是亚洲和中东的创新强国，双方经济结构有很大互补性。台湾长于硬件制造，特别是芯片半导体产业独步全球，以色列则以软件研发和新创公司闻名，被称为创业国度。二者若能强强联手，无疑可以碰撞出耀眼的火花。2025年11月中旬，台湾与以色列举行了第15届经济技术合作会议。这次会议以线上方式进行，象征着双方即便在动荡时局中，仍积极寻求深化合作。会中双方承诺将持续扩大贸易和产业伙伴关系，尤其着重在资通讯技术、网络资安、生医科技等领域携手创新。台湾驻以色列代表李亚平在接受以色列知名新闻网站 Walla 专访时，更将台以经济关系形容为不可取代的国际伙伴。他说，我们两国同样在科技世界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台湾是硬件方面的领导者，以色列则是全球顶尖的软件强国，我们的结合将产生1+1=2的效果。以色列科技界人士也对此深有同感，他们认为以色列的初创研发能力若能结合台湾的大规模制造能力，将能开拓更多商机。甚至有以色列科技媒体人猜测，台湾有意拉拢以色列加入美日台的半导体供应链同盟，形成某种芯片与科技三边同盟，共同对抗中国在高科技领域日益增长的威胁。这个说法源于台积电、TSMC 等台湾企业近年在美国投资设厂的趋势，而以色列若参与进来，可能在软件和芯片设计方面提供支援。一时间，科技同盟、民主供应链等概念成为以色列舆论的新话题。对以色列而言，在地缘政治日趋复杂的时代，多交一个可靠的高科技伙伴就多一分保障。更何况，台湾与以色列都担心未来可能遭遇供应链中断或武器禁运的风险。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甚至在公开演说中提及，要让国家做好部分自给自足经济的准备，以因应战争和制裁带来的孤立局面。在这种焦虑心理下，以色列更乐见与台湾加强经济连结，好让自己不至于在关键技术上受制于人。台湾则借此拓展国际朋友圈，摆脱经济上对中国市场的过度依赖。所以说，双方一拍即合，各取所需。然而，台湾与以色列之间真正敏感而引发北京强烈警惕的合作，还是在于军事与安全领域。历史上，台湾和以色列其实早有一段被遗忘的军事合作史。早在20世纪60年代，正值冷战高峰，台湾曾秘密向以色列寻求核武研发的协助。据传当年，以色列在核领域的一些专家曾给予台湾技术上的指导，协助台湾发展自主核武的野心。尽管最终在美国压力下，台湾的核计划被叫停，而在70、80年代，台以之间还有过武器军售和技术转移。以色列曾向台湾出售包括火炮、飞弹等装备，提供台湾军方先进的作战经验和训练。有一段时间，以色列教官秘密出现在台湾的军事基地里，
传授反恐和特种作战经验。台湾飞行员也传闻曾赴以色列受训学习先进战机操作。那时候，两地虽然没有正式邦交，但因共同的反共立场而惺惺相惜，军事交流颇为热络。然而，90年代初风云突变，随着冷战结束，国际格局洗牌。1992年，以色列在审慎考量下，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北京当局提出明确要求，以色列不得再与台湾有任何官方关系，包括军事合作。为了开拓中国这个庞大市场，同时顾及北京在中东影响力，以色列政府接受了一中原则。自此之后，台以军事往来陷入漫长的冬眠期。90年代末，有一次以色列曾秘密答应出售新型雷达飞弹给台湾，但消息走漏后遭到中国强烈抗议，美国也出面压制，最终交易告吹。此后，以色列几乎完全停止对台湾军售，以免触怒中国。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台湾和以色列在防务上形同陌路，双方的接触仅限于民间性质的学术研讨会、安全论坛等，极力避免任何实质军事合作。那么，是什么让这段沉寂已久的防务合作在近期出现复苏的迹象？答案离不开前面提到的几个变量：中国的威胁加剧、以色列的立场转变，以及美国态度的默许。先从台湾这边说起。2016年民主进步党重新执政后，北京对台政策日趋强硬，特别是蔡英文、赖清德执政下，北京几乎放弃了拉拢的姿态，取而代之的是频繁的军机扰台、军演威吓，甚至明确把对台动武的时间表摆上台面。在这种前所未见的高压下，台湾深知光靠口头谴责没用，必须积极寻找能提供实质安全协助的伙伴。以色列正符合条件，它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又不像美国、日本那样与台湾合作会过分刺激北京。毕竟以前台以没什么公开军事联系，况且以色列的军工科技和情报能力举世公认一流，特别在飞弹防御、无人机、网络战等领域，有许多台湾可以借鉴的地方。对台湾来说，以色列这支经年累月经历高强度冲突洗礼的队伍，有着弥足珍贵的经验宝库。从多年的反恐战争、导弹袭击防御，到全民动员体系和后备役运作，以色列都摸索出一套独到的方法。台湾自知难以完全照搬，但可以取其精华为己所用。举例来说，以色列打造的多层次防空系统，上有箭式反导拦截中远程弹道飞弹，中有大卫弹弓拦截中程威胁，下有铁穹拦截短程火箭。这种立体防御思维正是台湾发展替铁穹的蓝本。再者，以色列的全民国防和后备动员经验也让台湾很感兴趣。毕竟台湾面对的假想敌解放军规模庞大，战时必须全民一心才能撑住，而以色列过去多次在存亡危机中动员全民渡过难关，这正是台湾想学习的。总而言之，台湾近年来对以色列求知若渴，已不再满足于纸上谈兵，而是希望实际切磋演练，这就需要突破以往的隐晦，促成更直接的安全交流。接着看以色列方面的转变，同样是在近年，以色列对华态度发生了重要调整。过去，以色列一直小心翼翼地维持与北京的友好，因中国既是它一个快速增长的出口市场，又是不少以色列初创公司的投资来源。2013年前后，中国企业积极在以色列投资基础建设、高科技产业，从收购农业科技公司到参与特拉维夫地铁建设，甚至拿下了海法港新码头特许经营权。一度美国还因此对以色列颇有微词，担心中国渗透以色列战略资产。但以色列当时奉行所谓经济及安全的理念，认为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有利无害，可以平衡美国与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川普政府时期开始变化。美国在川普执政后明确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对手，并多次敲打以色列，要求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至少要限缩敏感领域对华合作。以色列迫于美国压力，逐渐收紧中国资金的管道。例如2020年叫停了中国公司对以色列哈法大型海水淡化厂的竞标，改由本国企业承建。随后在科技投资审查上，以色列也设立机制审慎评估中国资金。可以说，早在哈马斯袭击之前，
以中关系就因美中博弈而有了嫌隙。只是那时候以色列仍试图在安全上亲美，经济上亲中，两边讨好。然而10月7日之后，中国的表现让以色列彻底心寒，觉醒到中国或许并非我们以为的中立伙伴。北京在战略上与以色列利益渐行渐远的一个重大因素是伊朗。中国近年大力拉拢伊朗，2021年中伊签署了为期25年的全面合作协议。中国承诺在基础建设、能源等领域投资伊朗数千亿美元，作为交换，伊朗稳定向中国供油。这份协议让本就在暗地较劲的以色列相当警惕。伊朗是以色列最头痛的敌人之一，他的核计划和对以代理人威胁令以色列如芒在背，而中国公然与伊朗结成紧密伙伴，在以色列看来几乎等于站到自己对立面去了。接着在2023年，中国又成功斡旋沙特阿拉伯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一时间北京成为中东外交新玩家。然而这样的角色其实并不利于以色列，因为沙特与伊朗和解，意味着以色列拉拢阿拉伯国家共同对抗伊朗的策略受挫，而中国在这中间牵线搭桥，更让以色列怀疑北京有意削弱以色列的地缘优势。2025年6月，中东再度风云突变，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爆发了一场短暂但激烈的军事冲突，有媒体称这是史无前例的12日战争。据悉，因伊朗代理人组织从叙利亚境内朝以色列发射导弹，以军随即大规模空袭伊朗在叙利亚和伊朗本土的军事目标，伊朗则报复性地射出更多飞弹，甚至一度打到特拉维夫南郊，造成平民伤亡。国际社会极为震惊，担心这场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然而在背后调停停火的并非中国，而是美国和欧洲国家。战事平息后，有报道称伊朗的防空系统在冲突中遭受重创，急需外援重建，而中国极可能伸出援手，提供伊朗先进雷达与防空飞弹，借此强化伊朗对抗以色列的能力。这对以色列而言无疑是另一个警讯。北京不仅没有在危机中支持以色列，反而持续加码支援以色列最大的敌人之一。加上在联合国舞台上，中国频频谴责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行动，呼吁保护巴勒斯坦人权，以色列感到自己在国际上被北京孤立和针对。以上种种因素交织，使得以色列朝野对中国的警惕感大幅提升。以色列安全机构开始把中国视为潜在威胁，而非单纯的经济伙伴。以色列国内有影响力的智库也陆续发表报告，批评中国通过官媒和隐蔽途径，在全球范围，特别是美国散播对以色列不利的言论。一份研究指出，中国官媒在加沙冲突的报道中刻意塑造美国和以色列是乱源的论调，甚至包含反犹太主义的暗示，其用意或许不是直接打击以色列，而是为了诋毁美国的国际形象。但以色列等于成了中国宣传战中的附带伤害，这些情况都让耶路撒冷当局感到不能再对中国天真。一位以色列前高官语带无奈地说，我们过去总以为可以把中国当作单纯的生意伙伴，但现在看来，中国在地缘政治上已站到我们对立面，这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现实。在这样的气氛下，以色列对与台湾接近所可能引发的北京不满顾虑明显减少了。过去北京一皱眉，以色列可能就赶紧划清界限，如今北京即便黑脸相向，以色列也不再一味退让，而是开始试探性的推进与台北的交流。这种红线位移的心态转变非常值得玩味。顺着这股趋势，台湾与以色列在安全领域的互动渐渐浮出台面。2025年，外媒开始陆续披露一些过去不为人知的消息。首先是台湾国防部次长柏宏辉在9月的一次低调访问行程。据传，他率领一个国防高层小团前往以色列，实地考察了以军的飞弹防御系统和紧急应变机制。这趟行程官方守口如瓶，但事后有迹象显示，台湾代表团确实获得以色列军方高规格接待，甚至可能参观了以军的铁穹拦截系统部署点和指挥中心。有分析认为，柏宏辉的访问其实是为台版铁穹计划取经，寻求以色列在雷达技术、拦截弹研发等方面的支援。果不其然，10月在台北举办的国防科技展上，
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首度公开展示了强攻飞弹防御系统，这被外界解读为 T-Dome 的雏形。现场模型显示，强攻系统配备了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与机动发射载具，每辆发射车载有4枚拦截弹。据研发人员介绍，强攻是一种中高空反弹道飞弹拦截系统，采用2级火箭推进，具备中段惯性导引加末段主动雷达导引能力，渴望拦截高速来袭的弹道目标。预计2026年起部署服役。巧合的是，强攻的技术指标与以色列的铁穹、大卫弹弓系列有不少相似之处。一家专门研究军事情报的媒体指出，这并非单纯巧合，而是拜以色列经验所赐，因为在研发过程中，以色列专家通过秘密管道提供了关键技术协助。该报道直言，台湾的 T-Dome 计划背后有以色列的身影，尽管台湾官方不会承认，但种种迹象都在暗示以双方在联手打造台湾的飞弹防御网。这对北京而言无疑是一种刺痛。长期以来，中国导弹部队对台湾形成巨大优势，一旦台湾拥有接近以色列铁穹效能的防御系统，将大大削弱中国对台武力威慑的效果。而这背后站着的竟是以色列中国绝不愿见到自己曾经拉拢的伙伴，如今驻台制华。除了飞弹防御，在无人机领域台以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台湾中科院研制的剑翔无人机，又称自杀无人机，就与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 IAI 早年的 Harpy 无人机惊人相似。Harpy 是种巡飞弹，能在空中盘旋待机，一旦雷达锁定敌方，防空雷达便俯冲自爆摧毁。台湾的剑翔被外界称为台版 Harpy， 推测很可能是台湾取得了以色列的技术移转或样品后仿制改良的成果。这类武器对阻拦解放军登陆有特殊价值，而网络安全与情报分享方面更是台以合作的天然方向。以色列在网络战防御上经验丰富，曾多次挫败哈马斯，真主党对其关键基础设施的网攻。台湾则常年饱受中国黑客攻击的困扰。如今双方有了共同对手，台湾对手是中国黑客，以色列对手是亲伊朗黑客，他们背后常有默契合作。因此，早有消息称台以的资安专家已经开始定期交流，分享即时威胁情报。还有一说是以色列著名的飞豹8200部队，以军情报单位、网站与信号情报高手，以通过第三方协助台湾强化资安防护，甚至在演习时模拟中方攻击手法，给台湾演练对策。这些传闻虽无法证实，但听在北京耳里自然格外刺耳。最令中国担忧的莫过于军火交易的重启。12月中旬，以色列传出一笔价值23亿美元的军售大单，由以色列国防巨头 Elbit 系统公司与某外国政府签署，而对方国家的身份被刻意保密。以色列媒体披露，合约涉及一套战略防御系统，技术尖端，合作期长达10年，整个合约需对外保密是对方的要求，若泄密将导致合约终止。消息一出，引起各方猜测，有分析直指这神秘买家极可能就是台湾，因为金额如此庞大，项目又属于防御类系统，与台湾打造 T-Dome 的规模相符。更何况合约签署全程获得以色列国防部批准背书，这意味着以色列政府层级对交易对象不会是一般小国。如果真是台湾，倒也解释得通为何要绝对保密。台湾当局害怕军购资讯公开后引发北京更强烈的报复，而以色列方面愿意冒险接单，也说明他们现在态度松动，不再完全屈从于中国的压力。过去这种军售台湾的案子几乎想都不敢想，如今却极可能已经签约生效。从零星拼图来看， T-Dome 强攻系统、剑翔无人机、资安合作、秘密军购，台以之间仿佛正在打造一条隐秘的安全伙伴关系轴线。有外国媒体形容为半同盟，因为双方尚未也不可能结成公开的军事同盟，但实际合作的深度已远超寻常友好国家。有传闻甚至称，美国在背后默许并推动台以安全合作，视其为围堵中国与俄罗斯阵营的一环。不久前就有媒体爆料说，台湾与以色列被曝成立秘密反中小组，这个所谓小组
据称在美方斡旋下，由台以情报和军事官员组成，定期分享针对中俄的情报与战术经验。虽然这听起来有些阴谋论色彩，但无风不起浪，至少可以肯定，台湾和以色列如今在安全事务上是前所未有的紧密。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对台以接近较好，在台湾内部也有人对政府过度亲以色列感到担忧。原因是以巴冲突中，以色列在加沙的强硬军事行动导致大量巴勒斯坦平民伤亡，引发国际上对其人道记录的批评。在台湾，一些民间团体和人权活动者开始质疑政府是否不该如此单边站队，以免卷入争议。台湾分别在2024年5月与2025年年底宣布捐款50万美元给国际救援组织，用于援助加沙的人道救援，以示平衡。然而，相较政府高调力挺以色列，这些对巴勒斯坦的人道关怀举措显得微不足道。在12月初，还发生一件小风波，有媒体披露，台湾驻以色列代表李亚平曾承诺捐赠约50万美元给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一处定居点的医疗中心。由于以色列在西岸的定居点属非法行为，消息传回台湾，引发部分舆论不满。国际人权组织的台湾分部甚至批评，若台湾政府资助非法定居点，等于间接支持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外交部随后澄清，这笔捐款尚未付出，只是在评估中。即便如此，台湾有识之士提醒政府挺以色列归挺，但要小心踩雷，别让台湾的国际形象因此受损。毕竟台湾一向标榜捍卫民主、自由与人权，若对加沙平民遭遇熟视无睹，难免被人诟病双重标准。不过总的来说，这些杂音并未改变台湾高层的战略判断。台湾外交和国防部门仍认为，当前国际情势下拉拢以色列属必要之举，利益高于一切。一位台湾学者尖锐地指出，某种程度上，台湾政府现在对以色列的友好带有跟中国唱反调的心理。如果北京支持巴勒斯坦，那台北就偏要支持以色列，以此来凸显自己与中国的区隔。这或许说中了部分事实，台湾处境特殊，总希望全世界看到自己和中国不一样，因此在外交选边上有意无意的与北京对立面靠拢。但这次刚好以色列也因中国的表现而心生芥蒂，双方一拍即合，形成了今天的态势。在以色列社会内部，也有人对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动作感到讶异与观望。毕竟数十年来，以色列在台海议题上极为谨慎，完全遵守北京的游戏规则。因此这一系列突破传统的做法，如签署谴责中国人权声明、放任议员访台、默许军事合作等等，对部分以色列精英而言是陌生的领域。一些侵华商界人士担心，以色列如果走得太远，会不会遭到中国经济报复，比如中国可能减少从以色列进口高科技产品，或冷冻两国间一些大型合作计划。中国是以色列农产品和科技设备的重要市场之一，也是以色列创投圈寻求投资的一大来源。如果关系恶化，以色列经济肯定受影响。不过目前看来，北京还未对以色列采取实质报复行动，除了外交上的抗议和舆论上的抨击，这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中国在中东仍需要维系与以色列的基本关系，毕竟以色列在美国国内有影响力，北京不愿把关系搞到撕裂而得罪西方阵营更多人。第二，中国也还指望着以色列的某些技术合作，比如民用领域的医疗、农业科技，以免完全导向西方阵营对自己不利。第三，以色列虽然小动作频频，但官方仍未突破一中原则，比如没有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或互设大使馆，因此北京还留有一线希望，认为以色列不致太脱轨，所以双方目前像是在试探彼此底线。以色列的策略是渐进推进对台关系，看北京反应再决定是否踩刹车，而北京则密切观察，以频频敲打方式警告，但暂未使出真招。这种不明朗的角力给未来局势增添了更多变数。值得强调的是，美国在台以靠拢中扮演的隐形推手角色，华盛顿长期以来同时是以色列和台湾最重要的盟友，但过去美国对两者采取不同的战略。对台湾，美国有明文的台湾关系法和一系列军售；对以色列，则有坚实的军事援助和外交庇护。以往美国或许不希望自己两个盟友彼此之间有太密切互动，以免引起不必要的复杂效应。然而，
时移世易，如今美国将中国视为头号挑战，而中国正在各地拉帮结派，扩张影响。对美国来说，促使以色列和台湾加强合作，正好符合围堵中国的利益。一方面，以色列拥有丰富的情报和技术资源，可以帮助台湾提升对抗中国的实力。另一方面，台湾的半导体等关键产业对美以两国都有利，加强合作有益供应链安全。可以说，美国在背后乐见其成，甚至提供协调。据传，美国高层在私下鼓励以色列不用过度顾忌北京，应该多和台湾交流。同时，美国也为台湾牵线，以便台湾获取以色列一些先进防务科技，这些都让台以接触如虎添翼。事实上，赖清德在那场 APEC 晚宴上还明言，我相信台湾、美国、以色列的三边合作可以促进区域和平稳定与繁荣。美台以三角轴心的概念已经被公开提出，这在以前几乎不可想象。可以预见，未来如果中美对抗持续升温，台以之间的关系只会更趋紧密，因为整个国际格局正朝着两大阵营对立演变，而台湾和以色列无疑都属于美国主导的阵营，中间同病相怜之下，自然走得更近。话说回来，北京当局的愤怒却是实实在在的，尤其是最近台湾外交高层和国防高层接连造访以色列，被视为严重踩踏红线。2025年11月到12月，台湾外交部次长吴志忠秘密访问以色列的消息见诸报端后，北京更是勃然大怒。中国外交部立刻向以色列提出严正交涉，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公开谴责以色列方面违背一中原则，要求立即纠正错误行径。中方强调，所谓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绝不容外部势力染指，并警告以色列切勿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这番措辞与之前痛骂托波罗夫斯基时如出一辙，只不过这次矛头直接对准以色列政府。中国言辞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以色列在与中国建交公报中也承认了这点，现在却暗中与台湾官员接触，是对双边关系的伤害。北京要求以色列拿出实际行动，维护中以关系大局。可以想见，中国所谓实际行动，大概是希望以色列承诺不再允许此类访问发生。然而，以色列并未公开做出道歉或保证，只是低调处理此事。以色列外交部没有发表评论，官方对吴志忠访问一事不置可否。倒是有以色列媒体引述政府内部人士的说法，表示吴志忠确有来访，但并没有与以色列政府高官见面，只是私下会晤了执政联盟和在野党的几位国会议员而已。强调这次访问层级很低，没什么实质意义。甚至还有消息称，以色列外交部刻意冷处理，拒绝派官员与吴志忠接触，以示对北京的某种安抚。这些说法仿佛在告诉北京，您别生气，我们政府本身可没参与，是那几个议员自作主张。但北京心知肚明，若非以色列默许，台湾高官哪能大摇大摆跑到耶路撒冷。于是中国外交部12月中旬再次强调，以色列应恪守承诺，不与台湾发生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否则势必影响中以正常合作。这已近乎点明会有后果，只是没有细说。所谓正常合作，指的可能是经贸领域，暗示中国可能缩减双边合作项目做惩罚。局势发展至此，可谓战线摊牌，一边是台湾和以色列日渐走近，形成实质意义上的安全和科技准同盟，另一边是中国与这两国关系同时恶化，北京面临一条他最不愿见到的不成文联盟线。台湾和以色列官方虽未宣布结盟对抗中国，但实际行动已说明一切。对北京而言，这意味着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统战破局。长期以来，中国试图拉拢以色列，甚至一度幻想利用以色列在华盛顿的人脉替自己游说。然而现在，以色列不仅没有在关键时刻支持中国，反而倒向了中国最痛恨的台独势力，这无疑让中国高层当场炸锅，怒不可遏。北京媒体对以色列的批评也开始增多。过去中国官媒谈到以色列，多少还保持客气，但近来调门明显转趋负面。有人开始质疑以色列是否可靠，有评论称以色列此举是饮鸩止渴，以一时私利招惹大国不满，未来恐将自食苦果。
甚至还有人翻出历史旧账，批评以色列过去曾向印度出售武器，在中国与印度冲突时选边印度，暗示以色列一贯背信弃义。可见中国舆论场也在为可能的进一步降温做舆论准备。然而，以色列在道义和民意上似乎并不吃亏。哈马斯残忍袭击平民的事实摆在那里，台湾选择声援以色列是基于道德勇气和民主阵营情谊。相形之下，中国的暧昧态度让以色列民众大失所望。以色列国内舆论近1年出现了亲台的明显倾向。先前提到，赖清德降台以比作大卫与歌利亚之战，这比喻在以色列引起强烈共鸣。许多以色列人忽然发现，台湾和他们有那么多相似之处，都处在敌对环绕的险恶环境，人口不多，但经济蓬勃，奉行民主制度，却被周遭强权视为眼中钉，都曾面临存亡绝境，但顽强生存下来。难怪有人称台湾是远东的以色列。早在2020年，就有以色列媒体用这个标题讨论台湾处境和以色列的异同。如今再看，两者的共鸣远不止生存哲学，更有价值观上的惺惺相惜。以色列某研究所中国问题主任在一篇分析中指出，尽管以色列议员对台湾的同情是非官方的，但它反映了以色列的民意，而这民意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国对10月7日事件反应的影响。在这样的氛围中，你很难去指责那些国会议员推动与台湾的关系，因为自战事伊始，台湾对以色列的支持一直是公开而坚定的。这段话说出了许多以色列人的心声。经过这场战争和一系列交锋，他们心中已把台湾视作友军，而对中国的幻想烟消云散。展望未来，台湾与以色列的关系能走多远？会不会出现台北和耶路撒冷互设官方代表机构的局面？甚至以色列像立陶宛那样在台湾设立以以色列名义冠名的办公室，亦或双方军事合作进一步深化，出现诸如以色列顾问常驻台湾、联合演训等突破，这些还有待观察。从现实考量，以色列仍不至和中国全面摊牌，它会保持某种平衡，不让关系彻底决裂。毕竟以色列的全球战略焦点仍在中东，首要敌人是伊朗和恐怖主义。中国再怎么说也是联合国大国，以色列未必希望把中国推向伊朗一边太深，因此以色列可能会采取双轨策略，一方面低调但坚定地与台湾加强合作，另一方面在公开场合依旧遵循一中原则，不去碰触外交承认等敏感地带，以维持表面上的体面关系。对台湾而言，则应持续把握这个难得的窗口期，小心经营台以之间的友谊，同时也要注意国际形象，适度在人道议题上展现平衡，以免给中国宣传口实。不管怎样，以色列主动结盟台湾对抗中共这件事，从过去不可思议变成如今活生生的事实，标志着国际政治格局出现了一道新的裂痕，民主阵营与威权阵营之间的对立，如今串联起了一条从大西洋东岸到太平洋西岸的弧线。美国、以色列、台湾仿佛成为一道新的战略链条。赖清德形容台湾与以色列都站在对抗威权主义的最前线，这句话或许不仅是一种理想号召，更正在成为现实。在这场新形态的对抗中，坦克大炮不一定直接交锋，但价值观与利益的较量无处不在。北京当局当然不会做事，他接下来可能会更强力地拉拢其他国家孤立台湾与以色列，或者在某些议题上对以色列采取惩罚措施。然而以色列和台湾都非等闲之辈，他们已证明各自在逆境中生存的韧性，面对北京的怒火威吓，他们会退缩吗？亦或将握紧彼此的手，将这份奇妙的友谊进一步升级为共抗强权的钢铁盟谊？这场外交博弈大戏才正要进入高潮，我们将继续拭目以待，见证历史如何书写下一章。可以确定的是，从此之后，中国在台湾与以色列这条战线上将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策略，而台湾与以色列也将在并肩对抗威权的道路上创造出属于他们的崭新篇章。